男人花5万块加了一箱汽油，准备离开加油站时，大爷跑过来送了他2瓶水，而也正是这2瓶水救了他一条命。很快，男人经过一条隧道，可刚钻进去没多久，就听到一声巨响，紧接着后面的隧道开始坍塌，男人猛踩油门，但却跟不上坍塌的速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男人醒了过来，他脸上全是灰，双眼也布满了血丝，刚准备挪动一下身子，上方的土石再次崩塌。等情况稳定后，他翻出手机，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可根本打不出去。直到将手伸到后座，才勉强有了一点信号。男人赶紧说清自己的遭遇，但对方却认为是个小事故，让他先找个安全的位置等着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气得男人拿起后座的水，直接干掉了一大半，完全没意识到这将是他未来几天最宝贵的东西。20分钟后，缓缓赶到的救援队看到现场的一瞬间，全都傻了眼。整个隧道因山体滑坡，被埋的连渣都不剩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新闻迅速发酵，男人的信息也被曝光了出来。一时间，媒体记者纷纷抢着给男人打电话，而男人还以为是救援队到了，谁知接通后是个记者，还说正在给他做现场直播。男人瞬间懵了，而救援队长得知此事后，气得原地爆炸。他找到打电话的记者，一把抢过他的手机，删掉男人的电话号码，并警告说，如果再敢打电话，就把你也塞进隧道。队长不是害怕记者报道，而是担心男人的手机一旦没电，和外界失联就很难再有生还的可能。接着他自己打了一个，得知男人的手机电量还有78%，车里有1块蛋糕和2瓶水。队长盘算了一下，坚持个7天应该没问题。他让男人省着点吃喝，并向他保证，水喝完之前一定能救他出去，然后就让他把手机关机，只在每天中午12点汇报一下情况。男人给妻子打电话报了个平安后，裹着大衣边哭边睡。第二天，救援队开始了行动，他们遥控无人机进去查看情况，结果隧道里全是干扰信号的矿石，飞进去没多远就纷纷坠机报废。没办法，队长只能带上徒弟，亲自开车进隧道勘察。隧道里被乱石完全堵死，而就在队长寻找突破口时，车里的徒弟不小心按了声喇叭，差点没把队长吓死。他连忙呵斥这个没常识的徒弟，难道不知道声音会导致他方吗？而就在他骂到一半时，男人居然给他打来电话，说他听到了喇叭声。徒弟见状一连按了好几下，男人又听到了，谁知队长刚露出笑容，他的头上就掉下灰尘，声音果然引起了山体震动。队长赶紧跑到车上，紧接着一块巨石就从天而降，汽车都被掀了起来。队长连忙启动车子加速后退，总算在他方前的最后1秒逃了出来。他连忙打电话询问男人的情况，而他也是命硬，只是吃了点土，身体并无大碍，而且还因祸得福。这次大方让他看到了排风扇上写着数字3，基本位置已经确定，救援正式开始。而男人的妻子也在此时赶到了现场，部长上前简单慰问，然后跟他合了影。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官员纷纷跑来，在镜头前把表面功夫做得十足。男人被困已经3天了，每到12点，他就准时拧开水瓶，往瓶盖里倒上几滴，喝进嘴后要含很久才舍得咽下。而蛋糕每次也只吃一点点。吃饱喝足后，他在后备箱发现了几个手电筒，还有1瓶玻璃水，看了看好像并不能喝，于是干脆用它擦起了后座，毕竟还要在这住上几天。可擦着擦着，突然听到有动静，男人拿起一块石头，小心地朝声音看去，竟然是只狗子。他跟着狗子爬出车外，发现这里居然还困着一个人，而且还是个女人。女孩胸前压着一块500斤的巨石，全身上下除了头哪里也动不了，因为隧道坍塌，她已经被困在这里3天了。她又渴又饿，好在有只狗子陪着她，而且狗子还给她找来个男人。他看到女孩的情况，想要帮她推开巨石，可压根儿就推不动。女孩问他有水吗？男人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说了有。他回到车上，看着仅剩的2瓶水，一个满满当当，一个喝掉了大半。他想把多的这瓶藏起来，但犹豫片刻，还是往半瓶里面多加了一点。女孩喝完水，恳求男人给狗子也喝点，纵然万分不舍，但还是照做了。他告诉女孩，救援队已经展开了行动，他们很快就能获救，让她不要担心。在留给女孩一个手电筒后，男人回到车上，竟然发现那块一直舍不得吃的蛋糕被狗子吃得一干二净。男人气得要死，大骂狗子是真的狗。女孩听到骂声，询问男人发生了什么，他也只能谎称自己做了噩梦。又过了几天，救援队还在不停的工作，而女孩的水已经喝完了。她虚弱地问男人能不能再给一些，一边是痛苦的女孩，一边是仅剩不多的水。男人心一狠，准备把水全拿给她，可没想到，当他回去时，女孩已经没了动静。他颤抖着给女孩倒水，却不小心把水全洒了。他用尽全力推动石头，这才发现女孩的腹部插着一根钢筋，女孩死了，水跟食物也没了。男人打电话问救援队长，不是说好水喝完之前就能把我救出去吗？可现在已经过去了7天，为什么还没来？队长再次向他保证，肯定能救他出去，只不过要再等等，还让他收集自己的尿液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并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他，那玩意儿放凉之后才好喝。男人被困的第9天，他发现狗子像是偷吃了什么东西，拿过来放嘴里尝了尝，并不是奥利给。他跟着狗子过去，发现女孩车里放着1袋狗粮，这下有吃的了。男人开始跟狗子平分。
吃的问题解决了，可干吃狗粮更容易渴。于是男人在隧道里开始搜索，看到一个消防栓，打开之后却没有水，真是白高兴一场。而就在他鼓足勇气准备废物利用时，突然听到了水滴声。他一路找过去，居然在一个深藏的钢筋下发现了水滴。男人尝了一口是淡水，他赶紧拿来瓶子收集，终于不用再为吃喝上愁。被困的第17天，隧道的挖掘工作即将完成，所有人都激动不已。可是男人在下面等了好半天，也没看到救援队的影子，救援队也同样没找到他。完蛋，他们找错了位置。原来隧道的设计图上有7个排风扇，但这个豆腐渣工程当时为了偷工减料，只安装了6个，所以他们按照图纸上挖，就算挖穿地球，也找不到男人的位置。而男人得知了这个坏消息后，整个人彻底崩溃。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靠什么才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坚持17天。绝望的他用仅存的手机电量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，然后彻底与外界失联。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因为长时间的搜救已经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，政府觉得没有必要再为了一个人来白白浪费财力、人力还有时间。况且隧道附近还有项目在施工，而这个项目一天就耗资15亿，现在已经耽误了23天，所有人都觉得应该放弃。与此同时，发生了一件更让他们坚定想法的事，因为在搜救现场，有一名人员在施工中不幸牺牲了。老婆婆疯狂往女人身上扔臭鸡蛋，一个不够再来一个，而女人非但不反抗，反而不停地向对方鞠躬道歉。原来老人的儿子为了救女人的丈夫，不幸牺牲在了救援现场，而女人的丈夫已经被困在隧道里20多天了。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可能活着，65%的韩国国民都支持放弃救援。有个当官的找到女人，劝她在放弃书上签字，还说你丈夫肯定没了。大家也都已经精疲力尽，如果继续坚持救援，万一再有人出意外，到那时可怎么办？女人伤心欲绝，反反复复嘴里就一句话：男人的确还活着，但外面已经要放弃他了。女人来到电台，跟丈夫做最后的告别。她说自己已经在放弃书上签了字，这也意味着隧道旁边的项目即将开工，不会有人再来救她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她已经哭成了泪人。她疯狂地向男人道歉，但她也不确定自己丈夫是否能听得见。男人还不想死，他拿出手机，抠掉电池，用牙咬，使劲砸。但都无济于事，他又来到车外，想要自己找出一条活路，可隧道已经被完全堵死。另一边，救援队正在撤退，但队长非常生气，因为他答应过男人肯定会把他救出来，但现在全世界都在反对，队长决定违反一次上级，亲自下去看看男人是否还活着。他带着探测器来到通道最深处，而男人也在努力地向外攀爬。就在队长要探测到什么时，突然被拉了上去。原来隧道旁边的项目开工了，马上就要爆破。慌乱中，无线探头还给掉在了下面。这边队长刚上来，那边已经开始炸了，而男人的隧道里又开始坍塌，他迅速躲到车里，不停地按着喇叭。此时遗落的无线探头有了感应，而队长也发现了仪器上的求救信号。他戴上耳机，听到了喇叭声，他冲过去打开井盖，所有人都听到了证明男人还活着的声音。爆破停止，救援继续。在男人被困的第35天，队长终于找到了他，他还活着，那条狗也活着。成百上千的媒体记者把路围得水泄不通，担架缓慢的前行，好不容易来到直升机前，却被告知要等到部长来了再走。男人趴在队长耳边跟他说了句话，一个记者看到后要求队长大声转告他们。队长迟疑了半天，还是喊了出来。此话一出，现场瞬间安静，连部长也一脸懵的表情。他们终于上了飞机，男人朝队长竖起了大拇指。新闻中也开始对政府歌功颂德，部长还假仁假义地表示生命重于一切。时隔1年，男人再次经过隧道，他显得十分紧张，妻子紧紧握住他的手。隧道里，男人死死盯着上方，好在这次有惊无险地出来了。这部电影看似是绝境求生，实则处处是人性的隐喻。比如开始的隧道，因为是关系户建筑商，所以他敢偷工减料；再比如媒体为了持续热点，巴不得男人在隧道里多待上2天，这样就能打破世界纪录。还有那些官员来到现场不指挥救援，反而跟男人妻子合起了眼。像这些隐喻，影片中还有很多，我不说，想必大家也能猜到是什么意思。最后提醒大家一句，出门开车最好还是要备点吃的喝的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